如果你驾驶一架 F5，发现不远处有一架米格21，你会怎么做？火力军建议是不要犹豫，直接打爆它。虽然 F5 只是一款轻型战机，但是在空重更小的情况下， F5 的起飞重量要超过米格21，可以携带更多的武器。F5 的气动设计也超越时代，能用更低的推重比做到更好的起降、巡航、爬升、盘旋，打爆米格21那就是小菜一碟。按照苏联的试飞结论，米格23 MLD 之前的前线战斗机都不能做到压制 F5E。不过就是这样一款战机却没有在美军内部服役，只有在假想敌部队才能见到 F5， 这又是为什么呢？ F5 又是如何吊打米格21的？虽说 F5 是专门用于外销，但美军也用过，在越南战场之上 ，F5 的表现比 F4 更好。1965年，美国空军以小老虎计划评估 F5A 的作战能力，12架 F5 在经过改装后被送到4503战术中队，也就是后来的第10战机特战中队测试。1965年10月，飞行员与飞机抵达南越边河空军基地，并在之后的4个月中累计进行了2500小时的飞行任务，包括密接支援、对地阻绝与侦察等。之后又有6架 F5 加入作战行列，总数达到18架。美军在越南战场进行过多次试验，包括 F104 与 F102， 不过二者都因效能不佳而完全撤出越南。而 F5 不一样，美军士兵很满意 F5 的作战效能，甚至考虑过让 F5 进入现役。美军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最直接的原因就是 F5 的维护性。从可用度，也就是出勤率上来看， F5E 的可用度在 60%到 80%，而 F4 只有 50%到 60%。 从平均故障间隔时间来看， F5E 的数据是3到4小时，而 F4 是 0.7 到 1.2 小时。此外 F5 的战力也不错，按照苏联的结论，米格23 MLD 之前的苏联前线战斗机都不能做到压制 F5E。 在实战情况下， F5 可以很轻松地击败米格21，而这主要取决于 F5 那超越时代的气动布局。F5 最大的特点就是气动布局，这跟诺斯罗普对战斗机空战的认识有关。早期的3代机强调高空高速，也就是2万米的最高升限，2马赫的最高速度。这样设计的目的就是拦截敌方携带核武器的轰炸机，因此在气动布局上普遍采用超音速阻力较小的三角翼以及圆筒形机身，比如米格21、幻象3、闪电等等。只是就三角翼本身而言，飞到超音速领域进行拦截还比较容易，但是一旦进行超音速机动，就会因为机体指向改变、阻力加大而掉入亚音速领域。也因为三角翼在跨音速域诱导阻力大，以及3代机动力不足的原因，战机的加速性能不太好。就比如米格21从亚音速加速至超音速的时间需要3分钟，而 F16 从 0.6 马赫加速至 1.6 马赫只需要72秒。针对这种情况， F5 做出了一定的优化，提高战机的亚音速升阻比。 F5 是最早应用封腰的机型，将机体中段收窄，飞机在突破音障时，机身表面附着的气流会扩张分离，从而加大飞行阻力。设计飞机时，通过气流附着面的内缩，可以减少这种阻力的干扰。F5 的机翼则是后掠角梯形翼，利用翼尖挂架拉涡，其后掠角适中，在保证超音速性能的同时，优化了高亚音速的升阻比以及武器挂载能力。机翼前面采用边条设计，对机翼进行拉涡减载，进一步降低了翼载荷，提高亚音速下的飞行升力系数。亚音速下升阻比高，也就保持了 F5 稳定的爬升和盘旋性能。所以即使 F5 动力不足，却依旧在亚音速领域拥有出色的格斗性能，可以有效对抗米格21。F5 的气动设计其实就是4代机的重要参考， F16、F18 等战机都借鉴了 F5。 当然 F5 之所以受欢迎，除了气动之外还有价格。在20世纪60到70年代，国际军机市场以米格、幻象、虎3组鼎立，其中米格的保有量最大，幻象最漂亮，虎性价比最高。20世纪50年代，诺斯罗普派出了一支考察团，对北约盟国和东南亚的美国盟友国家以及第三方世界国家进行考察。诺斯罗普认为这些国家需要一款廉价、易于维护、机降性能好的新型战机，于是自筹资金上了一个新项目 N156。 廉价、自费这2个词就决定了 N156 项目需要能省则省，
武器和机载设备都只能最低配版本，空重仅4吨出头，最大起飞重量也不过11吨。发动机则是2台 J85，这原本是美军为诱饵弹准备的，在加力推力的情况，2台 J85 的推力只有4吨。按道理来讲，作为一种轻型发动机 ，F5 使用1台中推更合适一点。只是美国当时没有合适的中推涡喷，至于 J57体型太大，只有使用 J85。同时 F5 的出口国家里面还有很多摇摆不定的准盟友，使用技术水平不足的 J85 发动机也能避免技术流失的问题。不过发动机的问题，诺斯罗普已经通过气动布局解决了，即使 J85 动力不足也没关系， F5 依旧保留了超音速飞行能力以及较好的亚音速格斗能力。至于 F5 的航电系统也是属于盖中盖，早期的 F5A 甚至没有机载雷达，只安装了塔康导航仪和电台，对空武器只有红外制导的响尾蛇导弹以及2门20毫米的航炮。这是因为早期的火控雷达体型巨大，且维护保养十分困难，加上 F5 外贸战斗机的定位，适当减少一点性能也是可以理解的。后续升级的 F51 虽然加装了 APQ-153 雷达，还装备了弹道计算机，用于机炮的射击、测距和校准，但是 APQ-153 对空中目标的探测距离仅有25到30公里，依旧不具备发射中距空对空导弹的能力。不过对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空战而言，这与其说是缺点，不如说是省事。由于早期机载雷达的运算能力限制，像 AM7 这样的中距弹，整个发射过程中都需要机载雷达照射目标，在实战中很不现实。当时大部分的空战战果还是靠近距离格斗和红外导弹取得的。AM7 在越南战场的命中率只有 13%， 中距弹战斗力得到比较完整的检验，应该是1982年的贝卡古利空战。所以在当时那个年代，不能发射中距弹不算什么大问题。彼时苏联的米格21也没有超视距空战能力，而且对于那些军费有限的国家来说，也没必要费这个钱。就性能而言， F5 并不是主力空优战机，而是作为低档战机设计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 F5 性能差，就跟火力军上面说的那样，在实战中可以吊打米格21。在3代机中最看重的速度方面， F5 的表现确实不是很好。 A 型也就 1.4 马赫， E 型也就 1.6 马赫，隔壁的米格21和幻象3都已经2马赫起步了。这点火力军也能理解， F5 本身的定位就是低端飞机，而不是空优飞机，特点是廉价、好修、易起降，追求的不是高速性能，而是高压音速区域的性能。F5 的机翼后略较小，升力线斜率较大，还采用了边条翼的布局。这种机翼很适合在高压音速和跨音速区域飞行，而亚音速升阻比高，对稳定盘旋性能以及巡航能力和短距起降有利。如果发动机再好一点，推重比再高些的话，完全可以称其为4代机，也就是 F20， 这点我们后面再聊。虽然 F5 的发动机不行，但是航程远。F5E 带3个副油箱和2枚响尾蛇时，作战半径是1084公里，这还不包括空中加油。如果没什么概念，可以看一下米格21。米格21带3个490升副油箱时，作战半径是350到450公里。此外还有挂载， F5E 最多可以挂载 4.7 吨的载荷，有效载荷是 3.3 吨，米格21也就1吨到 1.3 吨，米格23战斗机最多也就 3.6 吨的载荷。当然 F5 战机最初设计的时候有考虑过对地支援，与空优飞机对比是有些不公平的。但是 F5 的机体冗余很大， F5A 的空重仅 3.67 吨， F5E 也不超过 4.5 吨，比米格21空重小，而 F5E 的最大起飞重量11吨，超过了米格21。就以上情况来看， F5 在高压音速区域的空战力更为优秀，能用更低的推重比做到更好的起降、巡航、爬升、盘旋，陷入缠斗时基本可以稳稳击败米格21。米格21对抗 F5 的办法主要是高空高速的掠袭截击，但是受低油量和恶劣视野的限制，米格21必须有优势的空情保障和引导，才能发挥出高速优势。按照苏联的试飞结论，米格23 MLD 之前的苏联前线战斗机都不能做到压制 F5E。所以就火力军而言，气动设计的优良、维修系统的方便以及人机功效的优秀，使得 F5 的战力不比米格21和幻象3差，并且 F5 的升级空间更大， F5 的进气道是在两侧，不需要和米格21一样挤占机头的空间，因此 F5 的机头位置还有一定的空间用于安装雷达和火控设备，后续升级的优势更大，比如 F5E、F20 甚至 F18 大黄蜂都与 F5 有关。1955年，诺斯罗普启动 N156 项目，最初研究了好几个版本，
N156NN 是海军型，气动布局类似 F9F， 为美海军护航航母与英国航母准备的。N156T 是串联双座布局的教练机，正式编号 T38。N156F 是单座轻型战斗机，也就是 F5。3个方案于1956年陆续完成设计。不过在交付美军的时候，反响并不大。海军首先否决了诺斯罗普。随着小型航母的不断退役，海军航空兵不需要这样的轻型战斗机，而空军也看不上诺斯罗普的 N156F 方案。不过空军认为自己需要一款新型教练机来取代已经老掉牙的 T33 教练机。N156T 的生产型 T38A 于1961年3月交付美国空军使用。1958年初，美国空军评估了 N156F 方案，虽然自己看不上，但可以给盟国，于是 F5 诞生。1968年，美国空军大概是觉得 F5A 性能有限，于是宣布了国际战斗机计划，准备踢了 F5A， 要求强化空战能力，对标米格21。在这次竞标中，诺斯罗普的 F5E 获胜，这也是整个 F5 系列中最负盛名的型号。1972年首飞，1973年正式服役。F5E 比 F5A 更长也更大，拥有较多的机翼面积和更先进的航电。原始配备是一具爱默生电气公司 APQ153 雷达，有效搜索距离37公里，后期则换装 APQ159 雷达，搜索距离达74公里，可追踪 18.5 公里内的目标。这85发动机也经过了一定的升级，单台最大推力达到了 2.27 吨。台湾在1975年就引进了 F5E 的生产线，研制金国号时也参考了 F5E 的设计。至于 F20 虎鲨，则是 F5 家族的最后一款战机。从考虑 F5E 后继机到虎鲨项目结束，诺斯罗普公司先后经历了10年的时间，耗资12亿美元，但最终结果却以失败告终。与当前的战机相比， F5E 依旧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加速度、后方能见度和燃料部分，并且缺乏超视距武器。正巧在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国会宣布招标中等性能出口战斗机，也就是 FX。于是诺斯罗普在1980年1月宣布研制 F5E 的先进改型，飞机型号暂定为 F5G。与 F5E 相比， F5G 使用 F404，并增加载油量，功率增加了 60%， 爬升率和加速度更高，驾驶舱能见度更好，并且使用了性能更好的 APG-67 雷达，可以使用 AIM-7 麻雀、AGM-84 鱼叉反舰导弹等武器，雷达和超视距能力更现代化，性能可以与4代机媲美。与 F5 一样，强调可靠性与维护性，以及最小全寿命费用。诺斯罗普当时的要求就是拥有 F16 战机 80% 的性能，但费用只需要 F16 的一半。1982年11月 ，F5G 改名为 F20。尽管 F20 在航电、发动机与使用的武器上都有重大的提升，但是在1981年的时候，美国的对外政策就已经改变了，允许销售一线飞机 ，F16 就在此列。于是，在出口上就变成了虎鲨与战损之争。只是在这个时期，大多数国家的空军已经意识到空军装备建设的重要性以及代差所带来的危险性，所以在购买战机上不惜投下重金。F20 这种中等作战能力战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而且当时的美军已经装备 F15与 F16， 对 F20 也没有多大的兴趣。此外，在对外销售上，诺斯罗普也有些着急，想要尽快回收资金，在价格上采用了水平线平均价格，无论买多少架，什么时候买都是一个价格。相比之下 ，F16 则是曲线下降，买的越多，价格越低。所以在价格上 ，F20 单价比 F16 更低，但如果买的多 ，F20 的价格优势就不存在了。1985年，诺斯罗普公司向美空军推荐 F20， 每架1500万美元，包括后勤保障 ；F16C 则开始报价1800万美元，后来减到1350万美元，同样包括后勤保障。这就导致 F20 始终得不到美空军的大批量订单，外销计划也受阻。诺斯罗普只能被迫放弃 F20。1986年1月17日，诺斯罗普正式宣布，耗资超过10亿美元的 F20 研制计划全面终止。目前仅有1架原型机被保存在工业技术博物馆。除了 F5E、F20 之外，在一定程度上来说 ，F18 也是 F5 的衍生型。F18 的原型机 YF17 就是诺斯罗普出品，而 YF17 的主要设计元素可以追溯到 N300 项目，该项目是基于 F5 设计的。总的来看 ，F5 已经相当成功了。在动力不足、发动机型号被限定的情况下，诺斯罗普通过气动减阻优化，使得战机性能相当出色。在冷战期间 ，F5 也是卖的最好的战机之一。截至1987年关闭生产线，诺斯罗普在美国本土共生产了1871架 F5 系列战机，这还不算后来用多余的散件又装配了一部分。
而海外授权生产的 F5共有776架，总产量超过2600架。对于一架美军自己不装备的纯外销机型，这算是一个商业奇迹了。只是在后续升级中 ，F5还存在一定的限制。毕竟 F5在设计初期并不是作为主力空优战机设计的。按照美军的想法，如果爆发两大军事集团之间的高强度战争，美国空军保证夺取制空权的前提下 ，F5是作为辅助力量执行一般性的对地支援任务。在低强度战争中 ，F5对基本没有对空防御能力的对手实施空中打击。在重视对空拦截作战的时代 ，F5速度较低的缺点注定无法忽略。美国空军也看不上 F5这种轻型战机，基本没有在美国服役，只能在假想敌部队才能见到 F5。为了弥补 F5的缺憾，诺斯罗普后来推出的 F20性能不亚于 F16，但也仅仅是不亚于。至于超越 F16，一个3代机的底子来看，着实有些困难。好了，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如果 F20的价格也是曲线下降，美国会不会购买 F20？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见。